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很多手机都能拍出很好的照片。我常常也会建议身边想入门摄影的朋友，从手机摄影开始尝试。这边有一些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用手机就拍得很好的摄影师，连结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可是大家应该有发现到，这些摄影师使用的手机都不是 iPhone。这就要来讲讲我们今天的主题：为什么都2023了，iPhone 在摄影上却无法成为一台合格的随身机？如果像我一样脱离不了苹果生态链的朋友，在后段我也会推荐一些我觉得不错的随身相机给大家参考。先来说第一个原因，13以后的机型，照片的 HDR 正常情况下是关不掉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拍的是什么东西，它都会强制帮你叠图 HDR。虽然有些时候表现还可以，但更多的情况下，得到的都是一张不自然的照片，伴随着不自然的锐化，就像是一个 Photoshop 新手在胡搞，而且你无法拒绝。你期望所谓的智慧型 HDR 可以帮你拍出像这样比较类似肉眼看到的画面，结果拍出来却是这样。而且就连自拍也逃不过它的魔爪。原本自拍感觉还蛮正常的，结果这个自动一调，整个人的智商看起来就降低了不少。以前大家常说苹果的操作很人性化，换句话说就是连笨蛋都可以轻松上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现在的用户都越来越聪明，那如果苹果想要维持这种体验该怎么办？我们今天就看到答案了，那就是让使用者看起来变笨就可以了。苹果这个逆向思维是做得还算不错。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抱怨自拍时肤色差异很大，不知道是苹果无意间透露出了自己的某些思想，还是他们就是想尝试延上想法。各大论坛还有官方的讨论区，有许多使用者都不断在反映这个问题。没想到1年过去了，2年过去了，官方一个回应都没有，甚至推出14以后也完全没有任何改进。第二个原因是 Pro 的用户会遇到的问题，那就是无法自己控制长焦镜的切换。iPhone 13刚出来时，拍照只要稍微靠近一点物体，就会自动被切换成超广角镜头。在各方抱怨之下，再改成可以设定是否要自动切换，结果就只修正广角镜头的问题，长焦镜还是会自己乱换。看来负责摄影这块的老哥是还蛮有自己的坚持，虽然没有贾博士的才气，但努力做到有贾博士的脾气。我相信很多专业用户会选 Pro， 就是为了这个长焦。长焦不像广角会拍进那么多杂物，视线也比较压缩，主体也更容易和背景分离，视觉上更容易有专业摄影的感觉。但很多时候 iPhone 都会判定现在的光不够 f2.8 的长焦来使用，就算你手很稳，或是你就想拍个暗调的照片，它还是会强制用主镜头拍摄，再透过裁切让它看起来像是长焦端拍的。苹果沾沾自喜的说法是要提供给用户最佳的影像品质，但只要视力还正常，都看得出广角端裁切的画质就是非常糟糕。而且如果要这样做，那为什么不只卖双镜头的机种就好？这边就举一些经常出现的实例，可以看到左图虽然写 77mm， 但实际上是系统用广角镜头裁切的，右图才是真正的 77mm 镜头。先不论那诡异的光圈和 ISO 配置，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晴天，这样的快门速度是有什么好手证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防，必须要先固定相机一阵子，才能让 iPhone 切换出真正的长焦镜头。很多情况下，等它成功切好，想要拍摄的对象早就已经消失了。从缩图很明显就能感觉到，裁切以后的假长焦画质真的很差，放大以后更惨，低光源的情况更明显，一裁下去表现跟6-7年前的手机差不多。而且如果用户就是想用长焦拍一些有晃动感、充满氛围的照片，
却被硬塞裁切过的低画质照片，那味道整个就不对了。加钱买了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长焦镜，我完全不知道意义在哪。关于自动 HDR 的解决方式，目前有2种。第一种就是用第三方的专业摄影 App， 但看到网络上说有用的，几乎都是需要付费购买的。我也没有实际测试，怕买了也没用，纯粹浪费钱。第二种就是拍RAW格式，然后对拍完的照片编辑，随便调整一个设定，再把它调回来，再按完成，就会复原到比较接近原本的样子。2种方式都非常烂。第一个是方便性的问题，有时候街拍就是那一瞬间，能快速捕捉才是随身机最重要的用途。开 App 卡个几下，或在那边切换RAW格式，等准备好时，瞬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第二个是空间问题，如果让预设格式一直是RAW，的确可以快速出手拍摄没错，但拍完以后还是要每一张都重复上述的动作，把它还原。而且生活中有很多照片都不需要拍RAW，比如你只是想拍菜单传给大家看，如果忘记把它关掉，手机空间很快就不够用了。至于正常调出长焦镜的方式，目前就还是只能透过第三方的摄影 App。但这里我也要替苹果说些好话，虽然在拍照这一块，苹果的确非常失败，但录影的 HDR 目前是还蛮不错的。这边就放几个我用 iPhone 13录的，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后置的片段。不过大家看到的还是会比实际表现差一点，因为我懒得把这整部影片都用 HDR 规格来做，就只为了帮苹果讲这些好话。最后我也帮苹果想到了一个可能的缓解方式，正如同我们以前绝对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们会突然掀起一股 CCD 相机的复古潮。也许20年后的年轻人眼中，这台 iPhone 也会是个有年代特色的设备，他们追求的就是那种搞笑叠图的年代感，所以好好保存，也许能迎来那天的到来。苹果能搬出这段，是我身为果粉最后的温柔，希望你早点醒悟振作。目前 iPhone 13以后的相机功能，平心而论，就只是能拍到东西。如果要用摄影的标准来看，很可惜，那就是电子垃圾。原本以为只有13会这样，没想到14还是没有改进。最近又开始看到15的消息，觉得很可能还是不会改。于是就想做影片呼吁大家，不要中了我踩过的陷阱。如果你本来在考虑要买 iPhone 13或14来拍照，那我会建议不如买 iPhone 12，剩下来的钱可以再买一台真正的随身相机，你就能享受苹果生态链，又能拍出好照片。最后就推荐几台轻巧的随身相机给大家参考。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这台 Sony IX150代跟这台 Sony ZV-1。如果你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是正常的，因为我没有接任何业配。不过好在我们玩摄影的都有丰富的视觉想象力，大家就想象一下。IX150代跟 ZV-1 的拍摄规格一样，都是1寸感光元件，等效2070mm， 光圈 f1.8 到 2.8， 该有的焦段都有，光圈也够大。差别在于 IX100 的设计偏向平面摄影， ZV-1 偏向动态摄影。IX100 有前转盘、模式转盘、电子光景窗，甚至还有闪光灯，动态能拍 4K 跟 S-Log2。虽然有麦克风接口，但它没有热靴可以放。ZV-1 的话，就只剩下一个后转盘，操作转换会稍微不方便，但是多了比较好的那些麦克风跟热靴，录影功能好很多，有 HLG 跟 S-Log3，也有陀螺仪，甚至还内建 ND。2台拍出来的照片都差不多，就看大家的需求是录影多还是拍照多。也有一台是综合2者的优缺点的，就是这台 Sony IX107代。这台是我自己的，它该有的转盘都有，录影规格也跟 ZV-1 差不多，但它一样没有热靴，也没有内建 ND。焦段则是改成24到200，但光圈变成 f2.8 到 4.5， 就看大家怎么取舍。如果你今天就只想专心拍照，那最后我会推荐这台。
理光的 GR3X， 它的感光元件是 APS-C， 比前面3台都大很多，但是相机的重量却比它们都还要轻。跟以前 28mm 焦段的 GR 不同，这台改成 40mm， 我觉得更适合生活中大多数的场景，而且操作也没话说，很好拿，熟悉的就可以用单手快速操作，是可以让人专心摄影的好相机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个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期，频道名称也还没想好的影片。这期的内容太沉重了，以后如果有什么轻松有趣的内容，我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订阅，因为我发现好像有1000订阅才能有广告收益。摄影浪漫，但现实残酷。如果只是订阅还不够表达你的喜欢，那你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并且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